是我刚进入部队半年后的事，我被派往南部某处军事弹药库驻守，地点接近高雄山区，附近少有人烟。这个单位不像外岛那样与世隔绝，但因为隶属军火管理，保安等级极高，部外人根本不得靠近。整个营区被层层铁丝网与摄影机包围，周围尽是浓密林地，白天看起来像个隐蔽的仓储区，但夜里当风声穿过围篱，还真的会让人不寒而栗。我记得刚报到时，心里其实还算雀跃。虽说是军火库，总比天天操课跑山跑海来的轻松一点。平时主要的工作就是站哨、盘点物资，偶尔跟着干部巡视厂房。那时我被编进的是警卫班，排上夜哨是家常便饭，尤其是凌晨2点到4点的那班，最容易精神恍惚，也最容易遇到事。白天的生活说实话蛮单调，最多就是跟学长、学弟斗嘴，演习前一起搞公事，演练警报应对，有时也会偷闲在营区角落打打羽球或做些重训。单位里有位胖学长，超爱讲鬼故事，据说他以前待在金门，一天深夜在擎天岗站哨时，遇到一位老兵靠近，问他有没有火药抽烟，他下意识掏出打火机后，那老兵却整个人消失在哨台旁的雾里。从那之后，他说自己直接就戒烟了，连打火机都不带了。也有学弟分享过他在新训中心听来的故事，新兵寝室总有一张床永远不给人睡，那张床上方吊灯会在半夜自己摇摆，有人不信邪，结果当晚就说梦中有人掐他脖子，重复叫他下来。隔天起来，整个人嘴唇发紫，脖子上真的有手印。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班长只说是压力过大，但从此之后，那张床被贴上了红纸。我们单位内也流传一个传说，据说在某个弹药仓的地基下，埋了不少不该被记住的历史，那些是白色恐怖时期被带来的人。他们没留下名字，没上过法庭，却留下了冤魂。夜间巡哨时，有人声称看到仓库铁门上出现过红手印，还听过有人低声说，可以放我走吗？这种话你听多了，自然也学会一种军中求生法则，不要多问，不要多看，不要回头。尤其是在哨站耳机里传出杂音时，监视器画面突然模糊时，或是执勤表上有人名却根本没那个人当班时，你只需要按表操课，该站的站，该报的报。最诡异的是某天夜里巡逻回来，一位学长说他在第3弹药仓前面看到一位穿着老旧制服、绑着红布条的士兵站在栅栏外敬礼。当他走近时，人才忽然不见。那天刚好是228纪念日前夕，除了我们单位，台湾其他地区的军中也有不少广为流传的怪谈。像台中清泉港基地，就曾有学长说过，深夜练习时有女生从跑道旁草丛中传来，唱着台语老歌，望你早归。一名哨兵还曾说，他见过一位穿白衣长发的女子从滑行道边缓缓走过，却在灯光打下时消失无踪。又如澎湖蒋美营区，那里因为靠近旧机场，据说常有人半夜听见引擎声与爆炸声，但监控显示天候正常无异常。也有说法是当年日军驻地空袭过重，导致许多亡魂未被妥善处理，仍在执勤。还有外岛的东引、南竿，据说是鬼故事排行榜常胜军。东引某哨站有座碉堡，夜里值班人员曾多次看到有人站在碉堡里向他们挥手，但查哨时里面根本没人。据说那是当年失联的守哨士兵，最后被发现死于碉堡深处。这些故事听起来或许夸张，但对一群年轻男孩来说，却是无法完全笑开的传说。因为你知道，当你孤身一人站在枪支背后，暗夜临终时，耳边的风声与心跳声，有时真的会混进其他东西。而也正是在这些故事不断堆叠的背景下，当那天夜里我听见弹药库警报响起，并走向那片充满硝烟味的第4仓库时，那些过往的传说全都像是提前替我铺了一条路，通往那片被时间遗忘、被历史抹去的声音深处。真正恐怖的不只是鬼故事，而是我们选择遗忘的那些人。
我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异常潮湿闷热，即使是11月，空气里依然仿佛弥漫着一股焦灼感。任谁也想不到，正是这样的一晚，揭开了一段被尘封多年的秘密。那天深夜2点，我值的是最难熬的夜间哨。营区静悄悄的，四周只有探照灯缓缓转动的光圈。突然，当耳机里传来那句第4弹药库火警警报响起，请就近哨兵过去确认，那瞬间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夜色浓重，营区四周已被浓厚的雾气吞噬，探照灯在雾里照出的光束变得斑驳断裂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手撕扯开来。风很小，却总带着一种诡异的劲道，吹得身上的制服贴在皮肤上发凉，连脚步声都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听得格外清楚，仿佛被放大了一样。我站在哨台边缘，对讲机的杂音还在持续，沙沙沙，像是有人在耳边轻语。火警警报响起时，原本死寂无声的夜忽然多了一种压迫感。不是警铃声吵，而是整个营区像被什么东西惊醒了一样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连四周的树木都变得不安地颤动起来。远方第4弹药库的方向，原本就不常有人接近，平常只有白天例行巡查会经过。那个区域没有设置主灯，只有偶尔闪烁的红外感应灯泡在黑暗中亮起，像一只直眼睛，注视着每个靠近的人。此刻，那边却静得可怕，除了耳机里的中控室指令声，四周只剩下我急促的呼吸声与心跳。我握紧手中的手电筒，灯光划开浓雾，在墙边投出自己模糊拉长的影子。每走一步，心里的悬疑感就更重一些。脑海里浮现的是前几天听到的传言，说有学长值夜哨时曾听见铁门内有拍打声，还以为是野狗闯入，结果一靠近就闻到浓浓的火药味，但那晚的监控画面竟全黑，什么都没录到。此刻，那种火药味也悄悄窜进我的鼻子，闷闷的，像就是弹药库里积压太久的硝烟，不强烈，却让人反胃、头昏。地上的水渍与泥痕映着手电光，仿佛是有人刚刚经过，一路往弹药库深处延伸。我不禁握紧对讲机，声音有些发颤的回报，收到，我现在前往确认现场状况。而就在我踏出那一步时，我不知道，那将不是一场单纯的火警误报，而是一场横跨时空的呼唤，从过去某个被遗忘的角落，慢慢回响而来。我当下心一紧，那处弹药库过去就曾传出一些谣言，什么夜里听到有人在哭，又或是仓库门自己打开等等。但这种事情久了，大家都当笑话听，也没人当真。我拿起手电筒与通讯器，照着通道走去，途经几座被封存的旧弹药仓，这些仓库多是战后留下，早就不再使用。走到第4仓库时，我停住了。四周一片黑，但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，就像刚打完一场仗般刺鼻。我打开仓库外的探照灯，仔细查看四周，却没看到任何火苗或烟雾。火警警报仍持续响着，但完全没有火源。我通报情况，仓库外部无异常，但有浓硝烟味，建议支援组前来。才说完，我听见了一声哒哒哒哒，那是枪声，而且不是1发、2发，而是长串连续扫射声，夹杂着人群的尖叫与怒吼。我猛地转身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仓库的门微微晃动。这里不可能有枪声啊！我心里直冒冷汗。我压低身子，想确认声音来源。正当我靠近仓库门时，一道声音低低地从门缝传来：“不要开枪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”我全身僵硬。不是幻觉，那是清清楚楚一个妇人的声音，恐惧、哀求、颤抖。下一秒，砰的一声，仿佛有人撞击铁门，我惊叫一声，退后2步，冷汗直流。通讯器传来中控的声音：“哨兵，现场有没有烟雾？”我几乎失声：“没有。”但我听到有人。中控沉默几秒，回道：“别进仓库，支援小组已出发。”我在原地等待，四周寂静中仿佛多了一层沉重的压力感。
那股浓烟味没有散去，反而更重了。我不由自主地转向封存区方向，一个身影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身穿老式军服。我以为是其他哨兵，但当我朝那边喊话，对方却缓缓抬起手，进了一个军礼，然后消失在仓库墙后。我当下浑身发麻，直到支援部队到来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发抖。现场搜寻未见异状，火警器异常，无火源，无电线短路记录，但所有人都闻到了那股刺鼻的硝烟味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忍不住查了这片军区的历史。原来早在白色恐怖时期，这里曾是军事管制区，不仅储存军火，更是临时军阀审讯地点之一。许多被控思想异议或通敌的平民与军人曾被带来此处，有些人甚至从未留下任何记录。一位文书兵跟我说，几年前曾有人夜里站哨时，看见满地红花，却早上什么都没有。他还说，某些文件室里曾出现没人打字却自己跳动的打字机，就像有人在打报告，为自己申诉。而那一夜之后，仿佛打开了某种时空的裂缝。我开始梦见那位身穿旧军服的年轻人，他站在枪决墙前，眼神不怨也不恨，只是淡淡望着我。梦里，我听见他对我说，记住我们，不要再让同样的事发生。再后来，军方下令拆除部分封存仓库，也封闭了第4号弹药库。我听说，是因为内部发现一间墙上有弹孔的密室，还有破旧的木椅与锈蚀的手铐链条，但官方没对外说明。回想起来，我仍不知该怎么理解那晚所见。有人说是火警误报，有人说是我太累产生幻觉，但我知道那不是梦。我曾站在历史的阴影里，听见那些未曾被记录的声音，他们在硝烟中说话，在机枪声中倒下，只为了让人记得那段被刻意抹去的过往。如今，每当军中弟兄调到那座基地，我都会叮咛一句，站哨时听见有人说话，不要怕，也不要回头。你能做的是记住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